It's a good a day as any to start the rebuilding of life. The roads that lay open are many when the old one's gone under the knife. And I can feel the sun on my skin, beginning to thaw from within. Today and not tomorrow, there's no time to borrow. Today is a good day to live. 嘿，大家早安呐！刚刚跟 Jody 吃完早餐，Jody 刚好也在日本，所以我们就也住很近，我们饭店就在隔壁，所以我们刚刚就约了我们饭店楼下的 Royal Coffee。我觉得还蛮喜欢，他在东京还蛮多分店的，然后他的拉花根本就已经是艺术品的等级，然后我觉得很推荐，非常喜欢。今天我想要来执行一个企划，就是这件事情我想做好一阵子了，然后但是想说好吧，那今天就干脆用拍影片的方式把这过程记录下来。就是你们看标题应该有知道我今天要干嘛。会有这个想法是因为其实我最近常跟朋友在聊到就是自己的第一趟自助旅行或者自己习惯的旅行方式是怎么样的时候，就常会聊到说我的第一趟来日本的自助旅行是跟 Phoebe， 然后那一次呢，我们两个不知道发什么神经，也不知道哪来的自信，然后也可能有点白目，就是我们两个就决定好，我们就是要断绝网路，所以我们那一趟完全两个人都没有租 WiFi， 所以我们只要离开饭店就会是一个没有网路的原始人状态。然后那一趟呢，其实那一趟也因为是我们第一次来日本自助旅行，所以其实我们去了蛮多的地方，就每天是有一些大景点的行程。我们就是在台湾先把每个地方的交通资讯查好，然后我们做了一个像是 Google Docs 的那个文件，所以上面就会有截图我们要去的地方，然后交通该怎么去，搭到哪一站。比如说我们如果要去台场，然后它可能是搭海鸥线的哪一站，要在哪里转车，然后可能到了台场之后又想要再去泡温泉，然后温泉要怎么走。然后我记得我们那一趟好像也没有太因为没有地图而太迷路，不是很确定，但是当然就是有那种要跟朋友，我们那趟还有别人嘛，然后就是那种要跟朋友约在某个点碰面，然后我们就要非常记得这个点是捷运站哪一个出口出来，然后要有一个很明显的地标，然后我们要确定我们有办法走得回去。但反正我就很想要再重新体验看看，如果我没有 Google Maps 的话，我现在还有办法这样子自由的走来走去嘛。然后因为我在台北的时候，即便是自己熟悉的生活区域，我还是一个高度依赖 Google Maps 的人，因为我有点路痴。但不过呢，我今天就想要来重现一下我那时候那一趟旅行的感觉跟体验。所以呢，我这次特别带了我的 iPad， 然后呢，我就一样把我今天想去的点就大概有先查好，我没有写很多，但就一样有截图，然后第一个点、第二个点，然后有一些上面会有大概写说，出来这间店之后是要右转，然后可能过4条街，然后就会到，然后再左转，然后会到下个地方。这个的前提是我这边列的每一间店我都有顺利找到，我才有办法按照着我这样的指示跟笔记找到我想去的地方。所以我今天就想要来再体验一下，然后看看我这一天会什么样的感觉，会不会反而觉得蛮轻松的，我也不晓得，或是我迷路了反正就会带着你们一起，然后我也不知道你们从画面上看起来会不会感觉到有什么不同，但我等一下会跟你们分享我整个今天下来的心得，说不定也很推荐。然后现在首要的任务是我要先确定从饭店走到捷运站的路线，因为呢，如果依照我的规则的话，反正就是我等一下出了饭店之后，我就不能再开 Google Maps， 所以我们就出发吧。
后呢，我其实又在饭店拖了大概20分钟才出门。我觉得好像是一种要 commit 不用地图的，其实是有点不安全感的，让我一直在饭店里面拖拖拉拉，东看西看，东摸西摸。然后我不可能一出站就被自己雷到我那时候在看我 iPad 的记录，我第一个要去的店，我居然完全没有写说出站之后要怎么走，我就只有注记了从哪一个入口进去，哪一个入口出来，我居然没有告诉自己到底是左转还是右转。然后因为其实我在 Google Maps 上面我看起来的感觉，我以为出口是在一个大马路上，结果没有想到出口是在一个巷子里，所以我出来的时候其实有一点点不知所措。不过还好它离咖啡店非常的近，在我以为要走错的时候，就发现咖啡店就在旁边。我现在看起来都还蛮 chill 的，然后，但我也不晓得我为什么最后其实当天唯一迷航的店呢，就是从第一间 Coffee Rack 要到我现在第2间的面包店。我其实这个时候开始，我还不知道我迷路了，但我已经走在错的路线上，然后我那时候还在赞叹，想说这间店好可爱哦，可惜这一次怎么在地图上面没有查到呢？下次想要来。这时候已经不知道我走在哪里了，所以还好，最后有出现这一张地图，然后也是这一次没有了 Google Maps 之后，我才理解到原来每一个街口其实都有一个这样的地图，它真的是有用的。然后还好呢，我的截图，我的 Google Maps 截图是有截到地址，这个很重要。我要找22，它在22的旁边，29四丁目29之叉叉叉。好，刚刚那边是24哦，这边出现22了。就在旁边，找到了这家。超可爱的面包店，很开心我有坚持找到。
在那个 block 我大概绕了应该有可能超过15分钟吧。最后有顺利找到这一间 bakery 真是太好了，因为我一度都已经觉得我好像找不到，可能需要放弃。但这一间 bakery 可能是我这一次去日本最喜欢的一间面包店。我去的时候只有一位阿姨在顾店，然后要负责饮料，然后要回烤面包等等的。整个店我也觉得非常的舒服，然后里面应该只有我一位不是日本人。内用的话，它有一个规定，就是一定要点一杯饮料，但我觉得也很 OK。我当天待在这边待了好一阵子，因为雨那时候下的有一点大，所以我有一点像是在面包店躲雨的状态。所以这间面包店我其实做了应该可能有1个小时左右，然后它的面包都非常的好吃，我非常喜欢。真的不要特别去排队排什么 M Donut， 我觉得这个要比 M Donut 要好吃。到了，好近啊！那雨中 OOTD 有够奇怪。好，所以我刚刚已经从后面就是刚刚的那个巧克力工厂。我原本在巧克力工厂之后呢，我还有想去一间咖啡店叫做 Source Coffee， 但现在实在雨有点大。那间原本我安排也是用走路，就是如果天气好的话，就散步可以散到。可是现在应该没有办法，然后加上我现在实在喝不下东西，也吃不下东西，所以我就决定现在差不多3点35分左右，我就觉得好像现在直接去浅草寺时间也蛮刚好的，因为浅草寺也不适合太晚到，应该不难。从这边到浅草寺，我没有特别做功课，因为我知道是同一条地铁线，然后应该我只要能够顺利走到车站，然后我就只需要搭1站，我就可以到。主要是想要去求签，问一点事情，所以目前来说，今天的没有地图到现在都还蛮 OK 的哦。我们就
一起去吧，应该可以顺利结束。Change is constant, learning to flow. Holy 那这期影片就差不多到这边喽。坦白说，我今天拍的行程呢，算是有一点偷吃步。首先是东京，我已经来了非常非常多次了，所以虽然我没有到过藏前，但是跟饭店、浅草都是一直线，所以选的点也刚好就在附近。除了面包店有稍微迷航了一阵子以外呢，其他都算是很顺。然后我觉得有没有用 Google Maps 就有点像是有没有用 AI 写作业，意思是呢，如果不靠导航，好像才真的有把经过的路线写进脑袋。我下一次应该可以不靠地图抵达过今天去过的地方。那最后也要谢谢浅草观音这一次给了我一个集签，算是今天很棒的一个总结。那就希望你们有喜欢今天的影片，然后底下留言告诉我你们觉得你们对于如果没有 Google Maps 的话，你们的感觉是什么？那我们就下支影片见喽，拜拜。最后呢是我们的战利品环节。我今天不太想要跟你们一个个讲我所有的战利品，因为依照过去的经验，你们好像也没有特别爱看。但是呢，我自己还是非常想要记录一下我到底买了多少东西。我觉得我好像是猪因为大概80%都是吃的。6包左右的咖啡豆，无印良品放线香的，它终于有货了。有几个香氛是来自这个在下北泽去的这间店 APFR。啊，好可爱哦，是个浇花的小人。我们就下期影片见喽，拜。